嘿，老铁们，蔚来汽车，这个我们眼中的造车新势力优等生，累计亏损居然超过了1000个亿！我的天，1000亿呀，这得是多少个零？简直能把人脑袋给砸晕了。这消息一出来，网上直接就炸了锅，就像往滚烫的油锅里泼了一盆冷水，瞬间沸腾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蔚来老板李斌的回应，他说：“我们这钱都亏在了明处，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干净得很。”这话一出，好家伙，直接把自己送上了热搜。大家都在琢磨，这李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是真有底气，还是在硬撑场面？咱们先来还原一下那个场景，想象一下，吴晓波就是那个特有名的财经作家，带着一群企业家大佬去参观蔚来的新工厂，那场面肯定特气派。就在这种氛围下，李斌站出来说：“我们蔚来啊，骨子里流淌的就是技术创新的血液，这些年光是研发就砸进去了快600亿。”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，说蔚来是全世界独一份，在3个地方都上了市的汽车公司，所以他们的财务报表特别讲规矩，每一笔研发投入都老老实实的算作当年的费用，而不是像有些公司那样把研发投入包装成公司的资产，让账面更好看。李斌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们没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会计魔术，我们亏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，亏得明明白白，所以我们的家底，也就是资产负债表，特别干净。说实话，这话说的是挺有魄力的，但网友们可不全是这么想的。毕竟1000亿的亏损摆在那儿，就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压在每个人心头。我翻了翻评论区，那叫一个热闹。有的人说一定要看住它，别让它成了下一个贾跃亭。还有的人直接开队，说负债都快爆表了，还好意思说干净，这勇气真是梁静茹给的。大家伙儿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。咱们来看一组让人心惊肉跳的数据。就今年第1季度，蔚来的资产负债率，这个词听着专业，其实特好理解，就好像你自己的总资产里有多少是借来的钱，这个比率飙到了 92.55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行业里一般认为超过 70% 就是一条危险的警戒线了，蔚来这都快把警戒线甩没影了。这就好比你浑身上下从头到脚10件东西里有9件多都是借钱买的，你说这风险大不大？更要命的是，账上的现金储备也在飞速减少，能马上拿出来用的钱，据说连81亿都不到。按照现在这个烧钱的速度，要是没有新的大钱进来，或者自己不能赶紧挣钱，这点家底可能连2个季度都撑不住。资金链就像一根紧绷的弦，随时都可能啪的一声断掉。那这上千亿的钱到底都烧到哪儿去了呢？这可不是凭空蒸发了，他们变成了未来帝国看得见摸得着的砖瓦。李斌说的没错，大头确实花在了研发和基础设施上，这就像一个武林高手，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秘籍、练内功、铸神兵了。未来的神兵利器是什么？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叫神机 NX9031 的智能驾驶芯片。老铁们，你们得知道，在汽车行业，自己从零开始搞芯片，那简直就是一场豪赌。这不像去菜市场买菜那么简单，而是自己开荒，自己育种，自己种菜，从设计图纸到最后能装上车，中间每一步都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，需要顶尖的人才、最先进的设备，还有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。李斌自己都骄傲地说，我们这颗芯片的核心技术，从前到后全是我们自己人搞定的，这在所有造车厂里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现在这颗被寄予厚望的芯片终于开始上车了，这背后燃烧的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除了芯片这个最强大脑，还有3电系统，也就是电池、电机、电控，这是电动车的心脏和血脉。蔚来也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心血，力求让车子跑得更远，充电更快，动力更猛。除了练内功，蔚来还在疯狂的建基础设施，最典型的
就是换电站。咱们很多人都体验过，或者在视频里见过，车开进去，几分钟，就像 F1 赛车的维修站一样，咔咔几下，一块满电的电池就换好了，这体验简直绝了。但是爽的背后是巨大的成本，建一个换电站，从买地、租地到设备安装，再到电力改造，那都是一笔笔巨款。未来现在在高速上都要建成1000座换电站了，你想想这得是多大一笔投资。这就像你开了一家连锁餐厅，不仅菜要做好，你还得自己花钱把全国的路都修一遍，方便食客来吃饭，这投入能小得了吗？所以这千亿亏损，一部分变成了无形的技术专利，另一部分就变成了这些遍布全国的换电站、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络。这些投入短期看是巨大的负担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们构成了未来独有的护城河，是别人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。当然，光会烧钱也不行，还得会找钱。未来在这方面也确实有2把刷子，不再是2019年那个差点断炊的穷小子了。最近你看，又有国资背景的股东给未来增资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国家队眼里，未来依然是那个值得投资的潜力股，它的未来是被看好的。那么面对这一切，未来和李斌打算怎么走下去呢？李斌自己也坦白，过去几年确实没干好，犯了不少错，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嘛。现在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，今年第4季度要实现盈利，这可不是一句空话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未来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内部变革。首先，销量是硬道理，他们定了个小目标，第4季度1个月要卖5万台车。怎么实现？除了未来主品牌，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更亲民的新品牌，叫乐道。第一款车 L90 据说价格会非常有竞争力，直接杀入30万以下的市场，这明显就是要用性价比来抢占更多用户，把盘子做大。其次，在花钱上，李斌要求公司必须变成一个超级会算账的公司，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提升效率，降低成本。他给出的盈利路线图很清晰，毛利率要回到 17% 以上，各项费用率要降下来，这样一增一减，盈利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所以老铁们，咱们现在看未来，就像看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大片，主角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和外界的质疑，但他手握核心技术和独特的服务体系这2张王牌，背后还有强大的资本支持。他承认过往的失误，也规划了清晰的逆袭之路。6月份的销量数据确实给力，像一针强心剂，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但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那1000亿的亏损依然像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。未来究竟是能像剧本里写的那样，在第4季度上演绝地反击，一举扭亏为盈，从此走上康庄大道，还是会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中被沉重的包袱拖垮？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这既是一场资本的豪赌，也是一场关乎信念和执行力的考验。咱们作为观众，就搬好小板凳，静静观察吧。对于未来的未来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想法，咱们一起聊聊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